那只能说原始版本确实这样做长宽高是有道理的，这才是真正的黄金比例哦。经过改良之后的比例呢，总是觉得不是那么的完美的。所以呢，这两个包包如果让我2选1的话呢，我会选择这个 DHAS。那它呢还有一个巨大的缺点哦，就是它很容易沾手印。每次看到这个包包都会发出一声赞叹，哇，真的好美啊，好像那种艺术品那种感觉。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呢是 The Row 的忠实粉丝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呢，节衣缩食，咬牙跺脚，入了不少他家的包包，包括有最有名的 The Row 的 Margot收的90年代的这个小包 Agnes 以及这个 DHAS 一共5个。那一直有朋友呢留言说想要看 The Row 包包的合集，那有求必应如小镇，今天就给大家来一期吧，来看看这些包包的横向比较，以及其中我相对不喜欢的是哪一个包包。记得点赞订阅，同时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那我们就要开始了。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他们家最有名的大爆款 Margot 15，它有很多不同的尺寸。我呢其实当时还入了一个10号，但最终我觉得15呢对我来讲是大小正好的，也比较有气场一点。这个包包呢，它采用的是立面小牛皮，上面呢是有非常明显的纹理感，所以它比较耐造，稍微用手这样刮一刮呢，也不会刮花的。他们家所有的皮呢都是来自意大利的，那整个制作也都是在意大利的。确实啊，无论是皮质还是各种细节，都是无可挑剔的。你看这个包包的皮，它其实是非常柔软的，但是呢，整体又是很挺阔的，能够做出这个形状来哦。那这个呢，也是我拥有的这5个The Row包包里面唯一内里是帆布的。其实一开始我还有点失望，我觉得这个包都那么贵了，为什么内里都是这么差的材质？但后来呢，我研究了一下，发现他们其实一开始出的这个 The Row 呢，内里就是真皮的，但是因为实在太重了，所以现在就改为帆布了。这个包包的长宽高比例堪称完美啊！我到后面呢会跟其他的包包去比较，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它是个黄金比例了。这个包包最大的亮点就是侧面是有 buckle 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以前应该没有包包在侧面做 buckle 的，一般都是背面或者正面嘛。所以呢，它还是很有自己的一些设计的想法的。自重呢，我觉得是属于预期范围内的吧，因为毕竟这么大一个包嘛，不可能很轻。但是呢，你说像举铁那样，那我觉得还可以吧，属于我能接受的范围。缺点嘛就非常明显了，这个手柄呢明显就是比较短，所以你就只能这样手腕着或者是手提着，没有办法肩背，或者说你穿像我这么薄的衣服呢，这样勉勉强强也是可以肩背的，但其实不太舒服了，还是手拎会比较好一点。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其实日常呢用的并不是很多啊。第二是因为这个黑色啦，我买黑色是因为黑色嘛最百搭，但是事实是你如果买了一个大包又是黑色，其实蛮难搭配的，容易显得死气沉沉。那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个包包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气场的包，再加上它又是15号，挺大的，所以呢，它对于穿搭是有要求的。要穿比较利落一点、比较大女主的衣服才能够压得住这个包。这个包不是那种随便穿什么一拎就走的包。聪明如我呢，也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哈哈，就是我最近刚刚入了一个象牙白的流苏，把它挂在这个包上，顿时啊，这个包包就比之前要实用了，因为本来就很黑嘛，这样加一点点白就会显得没有那么的单调，而且呢，这个流苏的这种比较柔美的气质，也给这个气场很强的包包呢，稍微增加了一些女性的这种柔美和女人味啊，所以呢，自从我入了这个白流苏之后，这个包包的利用率呢就要比以前增加了不少，喜欢。那因为我自己是真的很喜欢 Margot 这个包包的款式，但是呢，因为它太黑了，再加上呢手柄太短不能肩背，所以心心念念如我呢，就一直想入一个稍微浅一点的颜色，肩带更长一点的 Margot。居然被我真的买到了，就是这个 Margot 收的12。那我把这两个包呢这样举在一起，大家是能够看出尺寸的大小，还有肩带的长短啊。这个 Margot 15呢就要比这个 Margot 收的12长宽高都要大出一圈来。那肩带呢这个收的明显就会更长，当然了，这样肩背起来呢就会很方便了。那这个收的12呢和 Margot 15是一样的，也是这种立面小牛皮，非常的耐造。整体呢也是蛮柔软又很饱满，还是能够固定出一个非常好看的形状来，侧面呢也是有 buckle 的。
它的内里呢则是真皮的，因为毕竟这个包包本身呢也不是很大，自重呢不会像15那么重，所以做成真皮呢问题不大，不算特别重的。但是啊，这个包包我买的时候我在想，哎呦，肯定利用率很高。事实上呢，这个包包的利用率并没有这么高，因为我觉得这个包包的长宽高比例呢没有这个15的比例这么好。我给大家做个对比图，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很巧的是呢，我同样穿过一件黑色的长风衣，都搭配过这两个包，能够明显看到黑色这个15比例更好，更大气，一看呢就是我的包，而收的12这个呢就有一点点太小家子气了。那只能说原始版本确实这样做长宽高是有道理的，这才是真正的黄金比例哦。经过改良之后的比例呢，总是觉得不是那么的完美。当然了，有可能是对于我这样的身材来讲哦，可能对于个子比较娇小的朋友来讲呢，应该这个包包可能会更加实用一点啦。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还有体型来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款式和尺寸更好。那另一个方面呢，我用的不太多的原因就是它的内袋有一点问题啊，因为这个包包呢它是没有拉链的，上面呢是有一个这种搭扣，但一般呢不太会有人用的。全靠里面这个暗袋是可以放一些贵重的东西，但是呢可能因为这个包包本身就是比较窄的缘故，这个暗袋就做的特别的窄。你看我这样的一个小卡包就这样横的放进去啊，拉链正好拉不上去，卡在当中，所以就很难受啊。你想我这么小的一个卡包都放不进去，那如果人家用大钱包呢，完全就是放不进的。但是呢，这个包包又是个开口包，而且因为它本身很窄嘛，你的开口东西就没办法放很多，因为不安全嘛，所以这个包包的利用率呢就没有我想的这么高。不过呢，它毕竟是个大象灰啊，大象灰颜色呢确实很好看啊，低调百搭，而且呢又有那种劲奢风的感觉，再加上长肩带嘛，可以肩背，确实是方便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出门呢还是会背它的，只是要小心啊，钱包不要掉。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对了，频道呢最近也有一些改版，我在 YouTube 的 post 里面呢就不会再更新那些购物的信息。想买东西的同学呢，一定要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那里呢每天我会分享8到10条购物链接，包括我的同款、明星同款，还有一些全球很多很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再接着一个呢，就是 DHAS 这个包包呢，其实之前我也给大家单独做过一期开箱影片呢，当时就很多朋友喜欢。其实说实在话，我当时买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的喜欢，但是呢，现在是越用越喜欢。可以说呢，这个包包是我所有的 The Row 包包里面利用率最高的一个包包。它这款呢也是长肩带，一看就知道这样肩背呢会更加的方便。它呢也是小牛皮，不过你看这个皮质啊，非常非常的细腻，也是有一点点纹理感。但是呢，你看跟 Margot 的纹理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在这里做一个比较，就能够明显看出 Margot 的这个纹理感会更加的粗一点，而 DHAS 这个纹理感就很细腻。而且这个皮质啊，超级的柔软，就像黄油一样哦，摸起来好舒服的，带着微妙的光泽感。你看啊，我就放到那么远，就能够看到它有一点点在发光的感觉。而内里呢，则是小羊皮的，质感超级的好。我这一款呢，猛一看很像黑色，其实它是深棕色。很多朋友不相信这是深棕色，我把这个跟 Margot 的这个黑色做一个比较，就能够看出了吧。这个 Margot 的15是妥妥的黑色，而这个就是深棕色。但是因为它这个棕色特别的深，是属于棕到发黑的那种深棕色。那说到这里，肯定就有朋友有疑问了，你看你这个 DHAS 跟这个收的12都是长肩带，而且都是扁长型的，好像很像对不对？但其实这两个包包非常的不同。那先从形状来看哦，你会看到 DHAS 这个包包呢，其实它的上面会稍微宽一点点，下面呢稍微窄一点点，但整体呢还是属于一个长方形那种感觉。但是呢 Margot 这个包包呢就是属于一个梯形了，上面是比较短，下面呢是比较宽的。DHAS 这一款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5金件，而收的12这个呢，你看它的侧面就是有5金件的。那就因为 DHAS 这个完全没有5金件，所以它非常非常的低调。就因为它低调，所以它什么衣服都配得上去，永远的是一个安静的配角。而收的12这个包包呢，就会比较有个性一点啊。大家要记住，稍微有一点点个性的东西
都会相对来说呢需要考虑搭配的。所以呢，很多事情是没有说绝对的好还是不好，还是要看你自己的需求的。那 D-Hus 还有一点好处呢，就是它非常的安全，因为它上面呢其实是有一根拉链的。但是你从正面看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因为这个拉链呢是陷在里面的。那这个设计呢我非常的喜欢，所以这个包包呢就会更加安全一点。Shoulder 12这个呢是没有拉链的，就一个大扣，但这个大扣呢基本上也用不太到。那接着呢就是容量啊，虽然这两个包包你看我这样举在一起，好像看起来差不多大小，但是完全不一样。D-Hus 这个包包能装的东西要远远多过这个Shoulder 12，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它的皮比较软，所以它就比较能够塞东西，而且它有拉链嘛，所以你塞很多东西，你也不用担心会跑出来。而 Margot Shoulder 12这个呢，其实因为它这个搭钩的位置就是比较下面的，等于说这个包包是没有办法全部都塞满的。而且呢，它虽然这个皮也没那么硬吧，但是肯定要比 D-Hus 那个要更硬一点哦，你就没有办法塞太多东西，所以它能够装的东西呢是远远要少于 D-Hus 这个包包的。也正是这个原因啊，我这款包包它的利用率要高很多。那还有一个大不同呢，就是它们肩带很不一样哦。从视觉上来看呢 ，D-Hus 这个肩带呢就会更长，而 Shoulder 12呢会稍微短那么一丢丢啊。那现在因为春夏天嘛，衣服比较轻薄，不感觉。等你到了冬天穿很厚的衣服的时候，你就知道长肩带稍微长那么一丢丢，背起来呢会更加的舒服。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两个包款它的肩带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D-Hus 这个呢，它本身的皮就比较柔软，所以呢，你的这个长肩带就可以随便乱熬。因为我有的时候呢拍影片是需要熬造型的嘛，我就会把这个肩带呢这样把它折下来，就这样夹在手上，就像一个手包一样，这样就很有型，对不对？那因为这个肩带呢比较软，所以你这样子把它夹起来呢也觉得很舒服，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呢，Shoulder 12这个本身皮呢就会相对稍微硬那么一丢丢。那你如果要把它这样夹起来的话呢，其实很难受，就有那种硬凹的感觉。所以我每一次这样夹着去拍照或者拍影片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的不舒服。对了，另外还有一点漏了说，是Shoulder 12的好处就是它下面是有脚钉的，这样呢，你把这个包放到地上也没问题。但是 D-Hus 这个呢，就是没有脚钉的。就因为它的五金件比较多，所以自重来讲呢，Shoulder 12要比这个 D-Hus 会稍微重一点点的。所以呢，这两个包包如果让我2选1的话呢，我会选择这个 D-Hus， 因为它会更加的实用一点。当然也是有可能，因为我已经拥有了 Margot 15这个包包，所以我觉得 Shoulder 12呢真的是属于可有可无。但既然已经入了嘛，那还是以后争取多用用吧，毕竟这个颜色是好看的。接着一款呢就是 Agnes， 那这款包包之前也单独给大家做过一个开箱影片我到现在每次看到这个包包都会发出一声赞叹，哇，真的好美啊，好像那种艺术品那种感觉。因为在现在这种连大牌都是互相抄来抄去的2026年很难得能够看到有品牌真的是用心在设计上。这个包包呢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保龄球包，但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这里做了一些褶皱的设计。也正因为这个设计就让这个包包呢一下子就灵动起来，同时呢增加了层次感和立体感，有一点点像折纸那种感觉，哇，真的超级的好看。皮质呢则是抛光的马鞍皮，你看哪怕放这么远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光泽吧，特别的好。内里呢则是小羊皮的，真的是质感没话说。它呢是在整个包身上面有一根银色的拉链，也是蛮安全的，当然你也可以不拉，这样呢会更有松弛感一点。那这个包包的缺点一看就知道了，就只能够手提不能够肩背，因为它肩带非常的短但是呢，因为这个包包本身是属于比较小的，其实就不是让你通勤这种用的。当然你通勤可以，但它设计的初衷呢，我感觉更加像是你去参加什么活动或者是去看展喝下午茶这种，拎上这个包包就很适合。这个包包跟前面那个 D-Hus 一样，背面呢也是没有脚钉的，所以你呢放在地上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不要磨损。这个包包真的是太优美了，每次我只要拎上这个包包就会被别人问哪里买，而且呢适合的场合确实非常的广我就想不出一个它用不上的场合。
更重要的就是呢，因为我自己黑白灰这种直线条的基本款会比较多一点，但这个包包呢，它是有这种曲线褶皱设计的，所以就能够给我的衣橱呢增加了恰到好处的这种女人味和一点点曲线感，就会平衡的比较好，刚柔并济。另外大家再看一下我的照片里面这个包包的这个光泽度啊，因为其实我日常拍照也不打什么灯的，主打一个随便乱拍糊弄一下，都能够感觉到这个包包的光泽真是无与伦比。而且呢，你看我搭配比较偏运动的衣服，这个包包也是配得上去的。哇，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包。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我最新入的一个 The Row 的包包，是这个90年代的小包包。那这个包包呢，因为它本身就比较小一点了，也是这一次所有的 The Row 包包里面的价位最低的一个，前几个都是差不多4、5千左右，这个是1000出头就可以入了。我选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颜色我喜欢，叫做 Stone 色，是介于米色和棕色之间的一个颜色，也是很大气的一个颜色。那么在这里呢，正好跟这个收的12的大象灰做一下比较，可以看一下颜色的差别。这个收的12呢，明显颜色就会更加稳重一点啊，更加偏大地色系一点。而这一个90年代的小包包呢，颜色会更偏一点点粉色调。当然了，皮质不同呢，也会让这两个包包的颜色产生比较大的差异哦。这个收的12就是比较哑光的，而这个呢，你看这个光泽感就会比较强一点。这个是非常非常柔软的纳帕小羊皮，手感实在是太好了。而且这个包包呢，你也可以往下这样压一下，就会形成一道好看的弧线。那这个包包呢，最大的优点就是因为它颜色比较百搭，所以很好搭配。因为像我这样有搭配需求的人来讲呢，基本上10套衣服有9套都配得上去。比如说呢，你看撞色搭配哦，就增加了一点点相对稳重的感觉。当然了，你也可以同色系搭配，更加高级。搭配那些比较偏知性优雅风格的单品，绝对是极好的 CP。也可以搭配一些偏运动休闲感的衣服，增加一点点这种柔美的气质。那缺点呢，就是这个包实在是太小了，就你看我这个手机要放进去啊，绝对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卡的，要稍微找一下角度，才能够放进去。但是呢，日常你放非手机的什么小钱包啊、钥匙什么是没有问题的。那它呢，还有一个巨大的缺点啊，就是它很容易沾手印，有可能这个包包的颜色比较浅的原因啊。哪怕我洗完手，有的时候稍微摸一下，上面就会留下很难看的印子。但是呢，好处是哦，过几个小时好像这个印子就没有那么明显了。而且呢，一开始我还走了一些弯路啊，我还去用比较贵的那种皮革去污膏想去清理的，根本没有用啊。但问题不大啦，其实你仔细看啊，这个包包的这个皮上面还是有一些印子的，并没有那么均匀。但是嘛，哎呀，买包的目的就是要用，对不对？你用了你就有这种自己的印记在啊，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实也有一种美感，不是吗？好了，一口气分享了我拥有的5个 The Row 包包的合集。大家最喜欢其中哪一款，或者最不喜欢其中哪一款呢？也欢迎留言分享吧。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哦。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别忘了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那里呢，每天我会分享8到10条我的同款，一些明星的同款，以及呢全球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下次见哦，拜拜。